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1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48.12，收盘价是240.6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8.29，最低价是在232.6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并且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15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迅速下跌，回补了下方的这个缺口，下方是在232附近遇到了支撑。然后呢，在午盘之后股价开始震荡上行，那么收盘价呢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那么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那说明当日在开盘之后既有空头力量的进入，那么也就是说空头力量在打压这个股价。那么但是呢，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又留有长长的下影线，说明呢下方是有支撑的，也就是说空头的力量打压股价，然后回补了下方这个缺口之后又有多头力量的重新进入。但是很遗憾的是，当日的收盘价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同时呢也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那说明当日在盘中空头力量是略强。那么对于之后的交易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下跌的走势。那一旦出现下跌的走势，目前的目标就是下方的217，还有就是前面2024年10月23日这根 K 线最低212，也就这是空头要下行的目标。那么我们再来看次日有没有反弹的机会。那么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反弹的条件是次日在盘中只有股价一直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才有反弹的可能。也就是只有出现这样的走势才能说明有继前一个交易日有多头力量进入之后呢，也就是回补缺口之后拉升股价。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能够在盘中在5日均线之上方运行，那么我们才能够确认有多头力量再继续进入，那么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反弹。那么一旦反弹，目前的强压力仍然是3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54这个位置，因为在当日我们会看到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这个位置是极强的压力。那只有站上这个位置，股价才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反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收盘价会在
265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40附近，而实际在3月13日收盘价是在240.68，出现了回档。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第二个可能啊，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同时呢，收盘价的性质也是相同的，就是又回到5日均线之下方，并且是跌破前低的。同时呢，当日的走势，与我们预测的走势也相接近。好，那么股价目前我们说出现了横盘向下。那么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3月1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12这个位置。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多次提到过，目前特斯拉股价的这一波空头趋势，它的目标，当跌破这条趋势线之后，那么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12，也就是要收复这一波涨幅。那么目前看，股价如果反弹不能够突破254，一旦出现反转向下，目标仍然是212。那么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目前有2个支撑位，一个是3月13日当日新生成的这根含有长下影线的 K 线最低232，这个是一个支撑位，还有一个就是217这个位置。那么这2个位置被突破之后，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测试212。那么我们来看，目前呢，第一个支撑位，也就是在232这个位置，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我们测算也是在这个位置附近。所以说呢，这个位置将会成为股价下行过程当中的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好，那么第一个目标如果被跌破呢，第二个目标仍然是182，第三个目标是138，也就是这条趋势线被跌破之后，那么股价继续下行，一旦跌破了212，也就瓦解了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也就是说，212如果被跌破，那么股价将会有到达138的可能，这是第三个目标。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不变，是304。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呢254是这根红 K 的最高，还有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在272，当然还有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3月14日会到达290附近。那么在到达304之前，这3个位置呢将是强压力。也就是说，每突破一个位置，那么都会促使股价有进一步的反弹。当然，每次遇到这3个位置的时候呢，股价都有可能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一旦304被站上呢，也就瓦解了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所建立的从历史最高以来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呢，将会被瓦解，那么股价才有可能进一步上行。那么第二个目标就是367，第三个目标是420。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我们再来看3月14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那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在245附近，也就是在3月13日，股价如果一直在它的下方运行呢，会收低；在它的上方运行呢，会有反弹的走势。实际在3月13日开盘，股价出现了
迅速下跌，也就是盘中啊都是在245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到了3月14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240这个位置，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它也是这根含有长下影线实体中红 K 线实体部分的下沿。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出现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啊，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一个深度的回档，甚至是下跌。好，那么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标志啊，我们认为是取决于当日的开盘。开盘次日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说明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还是空头更强势，因此会收在低位。所以240是我们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要关注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对于多头来说，目前在3月13日收盘价在240.68，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虽然啊，当日这根 K 线含有长长的下影线，是有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并且也回补了下方的这个缺口，看起来好像为日后的反弹继续反弹或者说是上涨做好了一个准备。但是呢，遗憾的是这个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并且呢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是不具备进场抢反弹或者做多的条件的。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好，那么我们再补充说明，如果这样的线型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什么条件多头才能够进入呢？也就是这个收盘价在前低，并且在5日均线值上方，然后呢，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增。如果是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说明这根 K 线它的任务是回补缺口之后啊，为上涨做好准备。那么在那个条件下，对于多头来讲，我们才可以考虑进场抢反弹或者做多。所以现在呢，是量缩，所以在次日会有补量的上涨，也可能会有补量的下跌。但是收盘价在前低和5日均线值下方，那么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出现补量的下跌。所以对于多头在这个位置是不具备进场条件的。好，这是我们的补充说明。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54这根红 K 的最高。那这个位置不能够突破股价是不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的。对，所以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我们指的是能否站上这个位置，是指之后交易日的 K 线它们的收盘价是否能够站上这个位置。好，那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目前空头的目标是232这根 K 线的最低，还有217。因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5日均线值是在232附近。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啊，就是说在新生成的 K 线，它要让这个收盘价继续收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以确保股价呢继续有下行的走势。所以232一定是空头的目标。好，那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接下来我们来看3月1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一个压力区间，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249到254，它包括250整数关口。
同时呢，这个区域也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位置如果是能够被站上的话呢，那么股价一定会有进一步的上行。那么我们也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出现一个跳空的高开盘，开盘即站上254，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走势，那这个位置呢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而推动股价突破这条趋势线。对，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压力，第二个压力是，当日 K 线和这条趋势线的交点在272，那么第三个压力位呢是285是这根十字线的最高，当日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然后第四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90附近，第五个压力位是304。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32到237，它包括前低。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212到217。第三个支撑呢，我们取200整数关口，在这个位置。对，那么第四个支撑是182，182是之前，也就是在2024年8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它也是第二个目标。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3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么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最高会到达240，下方最低会到达218，在这个位置。对，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0附近。那么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补量下跌。好，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或者是一个大幅的上涨，大幅的反弹。对，好。那如果是这样呢，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2，然后呢上方最高会到达25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5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横盘向上的条件呢，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然后呢，我们还要给出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其实这个补量的上攻和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可能补量的下跌呢，这两个是对称的。对，如果出现一个补量上攻，那么它将是跳空的高开盘，高开盘或者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到达250这个位置，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7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65附近。那么出现这样补量上攻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是不可以低于25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补量的上攻。好，那么我们将会把这个给出的最后这样一个补量的上攻呢，和第一个可能呢，我们会在下方的
说明当中把它写清楚。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